花80万买的新房子，竟然长出了黑色蘑菇，一天就能长高半米，一到晚上呢还会化成一滩黑水，看着非常瘆人。最诡异的是，拔掉后第二天就会重新冒出来，还越长越多，主人直接被吓哭了。物业把地板拆开后，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还要可怕。然而专家说的话却更加让人意外。反正就是上个月开始吧，具体是哪天我真是忘记了。蘑菇我们自己弄掉过三次了，然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。这是早上，这是晚上，然后昨天突然间，你看就一天的变化变成这样子。到晚上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着急，很多嘛，你刚刚也看到了，很严重的。然后我就带着小孩，我就在家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哭啊。长蘑菇的地方在卫生间的墙角，大概呢1个月前，墙角第一次长出蘑菇，当时他也没太在意，直接拔掉了。但是没过几天，这种长相古怪的蘑菇又再次冒了出来，而且呢蘑菇开始长得越来越多，直到最近的一次，一下子竟然长出了7、8朵，甚至呢其他地方也开始长蘑菇。卫生间的吊顶上尤其严重，蘑菇白天是白色的，一旦到了晚上就变黑，还流出黑色液体，看着实在诡异。他找来物业处理，物业把地板撬开后发现，地板下不仅异常的潮湿，而且黑黢黢的一片，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卫生间的防水没做好，有明显的渗水现象，接连4次长出蘑菇，还一次比一次多，自己住的实在不舒坦。王女士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，开发商呢却一口咬定是王女士自己的问题，死活呢就是不给退。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找来节目组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确定这蘑菇有没有毒。于是呢，记者又找到了菌类专家。现在从图片上看呢，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这个墨子鬼撒在腐木上生长的。它生长速度非常快。那么一般情况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像木枝一样流下来，变成枝叶的。专家还说，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惊悚，但这种蘑菇竟然是可以吃的，不过呢要在幼嫩的时候才可以，但最好不要喝酒，否则会出现中毒现象。不过专家强调，只要是野生类的蘑菇，他都不建议食用。至于他家为何接连长蘑菇，专家猜测木板上应该有很多孢子，孢子呢就相当于蘑菇的种子，再加上地板潮湿，刚好呢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合，于是就重新萌发生长了。要彻底解决王女士的心理负担，就要彻底解决墙角长蘑菇的事。专家建议，第一呢要对地板进行更换和清理，第二呢要保持屋内干燥和通风。在记者的帮助下，他再次联系上了开发商，对方表示会彻底进行清理。目前呢已经对卫生间的墙角进行了整改，原有的地板已经拆掉了，地基呢也进行了清理，之后还会重新做卫生间的防水，装上新地板，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60岁大妈来做 B 超，医生却在她肚子里发现了一朵花，花瓣清晰可见，甚至还有花粉。大妈说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。刚开始呢，医生是不信的，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发现问题并不简单，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，检查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，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，看着就像在肚子里长出来的，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点，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，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？正常来说，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，很快就会被消化掉。医生百思不得其解，接着询问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。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，最近在努力减肥，只喝了大量的水，没事的时候就去学习插花。然后大家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，大小一模一样。于是大家想到了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在他修剪花朵时碰巧打了个喷嚏，花朵掉进了水杯里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。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，胃液被稀释，不足以腐蚀花朵，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。为了验证这一猜测，医生还做了实验，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水，吞下了几朵花，接着来做检查，果然就看到了一片花瓣。继续深入检查，但始终没有发现完整的花朵，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实属罕见。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，才导致了这种巧合。省流，韩国奇葩多，大家随便看看就行。村里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这条小溪里泡一泡，他们说小溪里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神清气爽，有的还会把这水接回家，一脸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记者忍不住了，说什么都要感受一下。엄마야, 이 양반 왜 이런데요? 물이 너무 차가워요? 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演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有被电到，不过感觉挺爽的，甚至还有点上瘾。节目组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演的太假了，你当观众是傻子啊？我来试试，这也没事啊。靠，摄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这石头真的带电啊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边的石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整条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，
为了寻找答案，大家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看样子很久没住人了。刚想进去了解情况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果然有电。看来这房子漏电了。拉下电闸后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块石头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原因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电路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没想到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。你们真是造孽啊！他每天都要喝杯新鲜的冰红茶，起床就去厕所接，从一天喝1杯，直到后来的一天5杯，已经持续喝了2年。他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红茶口感也不一样，有时候咸有时候甜，尤其喜欢上火的时候，焦黄的颜色让他沉醉。最急的人是他女儿，怕他喝死了，劝他少喝点。大姐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喝着不过瘾了，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，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，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，头发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时把液体加在浴缸里，洗完容光焕发，还能用液体洗鼻子，据说能治疗鼻炎。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？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医生说最多还能活几年，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，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，而且他还认为这种偏方很环保，可以循环利用。女儿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这黄色液体是否对癌症有效，如果真有效，那以后就尽情喝就是了。来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肿瘤扩散更快了，很明显这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，甚至还耽误了病情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，这样才有可能缓解病情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，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，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。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，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，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，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，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，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，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，有人认为是黑头鹳干的，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，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，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，一定就藏在水下，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越说越离谱，村长看不下去了，冷静分析了一番，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，安个监控看看吧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很快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？大叔只是在家泡了一瓶人参酒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，只因这瓶里的人参实在不一般，泡在酒里5年后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经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高价想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气色都变好了，但药酒厂老板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，猜测可能是大叔泡酒前人参就已经发了芽。难道大叔说了谎？没办法了，大叔接着展示了当初泡酒的照片，照片上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大家又找到专家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专家表示，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专家猜测，泡酒前人参可能就已经长出了芽苞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细胞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苞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，长到了6厘米的样子。随着酒精渗透，人参也就死掉了，最终就变成了这样子。他只是点了一份炒年糕，一旁的顾客都惊恐地看着他，这已经是他吃的第3碗了，不到3分钟又吃完了。紧接着看向菜单，点了第4份炒年糕，而且吃完就走，从不付钱。店主却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给多少，甚至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。第2天等他再次来到店里，摄像小哥尝试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，东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小哥赶紧跟了上去，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。附近村民说他就住在山里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，看起来已经流浪了好多年。据店主介绍，5年前他来店里吃饭，只吃了3块钱的炒年糕，看得出来生活很窘迫。出于好心，店主告诉他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。没想到第2天他真的来了。店主说自己曾经也经历过低谷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，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，这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附近饭店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，
1年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发现之前的年糕店搬家了，但店主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。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。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这家餐厅的14号桌没人敢坐，连店主都不敢靠前。听到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，因为一到深夜，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一直响个不停。但14号桌并没有客人，最关键的是桌子上也没有服务铃，电铃半年前坏掉就丢了。这诡异现象已经持续了1年，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，白天也开始响铃。据店主回忆，半年前有个人经常来他家吃饭，就一直坐在14号桌。有次和朋友发生了冲突，电铃也是那次坏掉的，一直没有安装新的。从那次起，这个顾客就没再来过。听说是出了车祸，也是从那时起，14号铃就开始一直响，就好像有东西在召唤一样，以至于店主现在听到铃声就会起鸡皮疙瘩。大家找来厂家售后，检查了餐厅里的每一个铃铛，都可以正常工作。接着又把显示器设备拆开，研究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什么问题。但售后提出了一种假设，如果附近有使用同款电铃的商家，恰巧频率一样的话，别人家按响14号铃，可能会导致他家电铃也会跟着响。大家接着走访了附近所有商家，并没有找到使用相同设备的商家。没办法了，节目组又咨询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，专家说附近有几个大型的广播站，有可能是广播站干扰到了信号，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。如果是广播站影响的话，这条街的店铺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才对，为什么偏偏只有他家受到了影响？诡异的铃声还在继续，直到最后也没能解开谜团。咖啡里加入半瓶辣椒酱，没有酸甜，只有苦辣。大叔说这才是咖啡的正确搭配。啤酒里自然也少不了辣椒酱，喝这么一杯顶过去2杯，就连吃冰淇淋都要加辣椒酱，冰火2重天的口感，很像是吃生鱼片。更奇葩的是，他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，说这样容易出汗好得快，剩下的一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，这样更有食欲了。他出门都会随身带着一瓶秘制辣椒酱，吃炸酱面要先来1勺免费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酱。朋友只是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大家都避之不及，但大叔却毫无感觉，几口就吃完了。接着倒了一杯水，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。他说这叫原汤化原食。不仅如此，连他7岁的儿子也酷爱辣椒酱，吃饭前先来上一碗泡菜汤汁开开胃，接着在米饭上拌辣椒酱，这还只是家常便饭。最狠的是他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酱。刚开始摄像小哥以为是番茄酱，尝了一口，确实厉害，不仅是辣椒，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。那他们真的健康吗？经过检查，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儿子很幸运，暂时没发现问题。医生还是建议少吃，毕竟正在长身体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随身带着2瓶风油精，没事就赶紧往眼睛上涂，边涂还边笑。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产品说明上明确表示不能涂在眼睛周围，但大叔却根本不在意，专门往眼睛上抹。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一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却说自己根本就离不开风油精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。洗完精神抖擞，旁边的大叔看得一脸懵，真的不疼吗？他决定试一试，结果刚涂完，大叔就直呼太酷辣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呢？大叔说之前眼睛受伤了，看不清东西，偶然用了一次风油精，整个世界都清晰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医生说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泪液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异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，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损伤严重，风油精还加重了病情，导致了角膜白斑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。随后医生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，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要相信科学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每天必须随身带一根木棍，时不时就要拿着木棍去厕所，不然就会生不如死。只见他不停地用木棍捅嗓子，导致呕吐不止，老伴满眼心疼，说严重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也没用。这到底是在干啥呢？原来大叔饱受打嗝困扰，一天24小时不停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，头发都掉光了，甚至还得了高血压。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躺着喝水，一直口含柠檬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他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对他打击很大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打嗝从那时就莫名其妙的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神经，继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良性肿瘤之类的，有一种药可以抑制它的生长，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他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精神面貌也远超过去，成了一个正常人。他
他只是张张嘴，就把所有人吓到花容失色，因为他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和朋友一对比，感觉比别人长1倍，舌头可以轻轻松松舔到鼻子，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快，不借助任何工具，杯底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之所以有这么长的舌头呢，一方面是遗传，另一方面是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。经过测量，足足有10厘米，确实挺奇葩的。比他更夸张的是下面这位大姐，她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固定在凳子上，她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她却能轻轻松松转360度，用圆规画圆也能一气呵成。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开车，一只手都游刃有余，然而他身体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来医院一查，关节还是有的，只不过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大，所以才能进行360度旋转。一群男顾客看到服务员大姐就齐刷刷的摸肚子，他们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想看大姐身体的奇葩反应。她只要看到别人摸肚子就会打嗝，电视上有人摸肚子，她也会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却没有任何反应，大家都觉得她是演的。当着她的面摸了下肚子，大姐看到果然就打起了嗝，这给她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。她在餐厅工作，顾客酒足饭饱后都会摸一下肚子，这使得她打嗝不断，有一次还吐到了锅里，顾客一下子都不饿了。后来顾客都知道了她这种怪癖，还开玩笑似的当她面摸肚子。关键大姐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欢喝可乐之类的气泡水，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她还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也没有任何改善。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现在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原来这情况是5年前开始的。有一次丈夫肚子痛，她帮丈夫按摩，按着按着就情不自禁地开始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打嗝，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却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认为她内心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认为打嗝后肚子就不疼了，就这样无意识中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。要改变也很简单，以后生活中不要太在意打嗝这件事，顺其自然，想打就打，把注意力转移到当下要做的事情上，慢慢就会正常的。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，来回摇晃，看着像人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决定白天再来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，一动不动。小哥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大妈一句安宁哈撒哟，吓得小哥连连后退。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，问他多大年纪了，大妈说也没很大，今年72，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，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，说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这把旁边的大妈都看傻了。小哥欠欠地问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，大妈露出了一副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大家找来4个小伙子和他 PK，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。比赛才过了1分钟，有人就双腿不停颤抖，很快败下阵来，另一个还可以，足足坚持了2分钟才缴械投降。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地挂着，显得十分轻松。剩下的2个小伙继续挑战，没过2分钟也放弃了。即使在家里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，就这样倒立看电视。一旁的老伴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，甚至在他70岁的那年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，真的是有够疯狂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。拿在手上，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，哪来的鲸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
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鲸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鲸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你才是我的臭宝呀。他上班要随身带着一管绿色调料，没事就赶紧拿出了舔2口，说这东西能让自己变强壮，喝水也要挤上一管，摇一摇就变成了绿色的，接着一口闷了。吃饭时他只是在海苔上放了一勺这东西，朋友们却都避之不及，都不想吃，那只好自己吃了。看起来呢非常美味，很快老板又端上来一碟，才知道这东西原来就是芥末。老板说现在只要看见他来店里，就要提前准备芥末。说话间，他在生鱼片上又放了满满1勺芥末，整个吞了下去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说完全没有感觉。朋友觉得这可能是假芥末，决定尝一下，这也没什么呀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喝汤的自然也少不了芥末，那小魏挠一下就上来了，米饭也要来上满满1管，再加点配菜，一份绿油油的芥末拌饭就做好了，吃的那叫一个干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再后来呢，他吃的越来越离谱，直接在生肉上面抹芥末，说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样。朋友听说他喜欢吃生肉，还特意准备了生鸡肉，大叔也不客气，挤上芥末直接送入口中。大叔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？果然，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比普通人低 20%， 所以他对于辛辣不敏感，而且还发现他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再吃下去的话就只能准备吃血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姐是吃鲱鱼罐头长大的，什么臭她就吃什么。她尝试过吃屎，但是不喜欢啊，因为不够臭。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，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那就是新鲜空气。和朋友聚餐，朋友想要挑战一下，夹起一块鲱鱼，刚放进嘴里就止不住的呕吐，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。不一会儿，自己就干完了一盘鲱鱼。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鳐鱼，因为鳐鱼比鲱鱼还臭10倍。节目组邀请了几位鳐鱼爱好者来到鳐鱼发酵车间，门一打开，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，怎么给你形容呢？狗闻了都嫌臭，熏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，大姐却直接贴着鳐鱼闻了起来，越闻越上头，好想吃一口。不仅如此，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，做菜要加5勺盐，半斤辣椒面，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。那她为什么会这样？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，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，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，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。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，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，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，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。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，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说她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，味觉也在退化，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。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，大姐是养老院护工，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，因为闻不到气味，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优势，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但是要说吃的奇葩，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，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，并不是辣哭的，就算吃米饭也会止不住的掉眼泪，而且只有左眼会流泪，吃饱以后就不会流泪了。而当他看电影被感动了，就换成右眼流泪了，2只眼睛分工明确，就很神奇。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就这样，只有1只眼睛流泪，还给节目组看了照片，但照片上明明2个眼睛都在流泪啊。妈妈说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零食呢，正好凑齐了一对。他说吃不同食物流泪的程度也不一样，好吃的流泪多，口味一般的只会掉2滴意识一下，所以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，看泪水大小判断食物美味程度。妙啊，这种特殊技能对工作也有一些影响。他是一位歌手，在外演出化好妆后就不能吃东西了，调皮的同伴强塞给他一粒爆米花，没一会儿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医生说很可能是神经末梢问题，接着又对眼睛做了测试，医生说这种病叫鳄鱼的眼泪，是由于唾液神经和泪腺交织在了一起，吃东西流的泪应该是唾液，只是有点恶心而已，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。最后小哥也说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放心了，以后准备去演戏，会把缺陷变成优势，哭戏一定会演得很好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师。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呢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记者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真实。这种食物呢就是蓝纹奶酪，蓝纹奶酪。这家意大利工厂仍然使用古法制作，能动手的尽量手动完成。每天早上农场都会送来新鲜牛奶，一开始呢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约20分钟内牛奶就会变成凝乳，看起来呢像一个巨大的豆腐脑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块，接着呢把这些切好的小块装进圆形模具中，每个桶上都有编号，这相当于它的身份证号。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，每个模具每天都要来回翻转4次，来帮助凝乳沉淀。静置1夜后奶酪成型，开始腌制。
机器会在奶酪表面均匀撒上一层盐，随后呢再次送入储藏室。储藏室里温暖潮湿，这有利于奶酪中的霉菌活动。质检员会随机检查发酵情况，一般经过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们转移到冷藏室中。在这里，每一块奶酪都要被扎上百针，这是为了让氧气进入奶酪内部，使其长出标志性的蓝色纹理。时间是制作这道美食的关键。根据口感的不同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个月，直到表面发霉变臭。质检员把洛阳铲插入奶酪，轻轻转动就可以把内部的奶酪带出来，通过气味和口感来判断奶酪是否发酵完成。2个月的蓝纹奶酪还比较柔软，味道呢类似3天没洗的臭袜子，一般人都比较容易接受。放置3个月的奶酪就已经变得很硬了，内部的蓝色纹理清晰可见，味道呢也臭得很正宗。记者忍不住尝了尝，成熟的蓝纹奶酪是高档餐厅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时候来上一点，臭烘的得劲儿。这是一种用脚踩出来的酒，好不好喝全凭脚法。这个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酿酒工艺，生产过程呢一言难尽，竟然还需要蚂蚁的帮助。这种酒呢就是腰果酒，也叫芬尼酒，不是很干净，但是很香。每到腰果成熟的季节，他们每天都会去捡掉落的腰果，收集完成后需要一个个的取出种子。这种生腰果可以卖给工厂进行烘烤加工，就成了我们平时吃到的干果。剩下的果肉呢就用来制作腰果酒。第一步榨汁，这是个体力活，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。大叔穿上裹满泥浆的靴子，站在里面就是一顿猛踩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是他的独特脚法。他的脚步又快又密，保证每一颗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。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净净，就这样一搅一搅，果汁混合的泥水以及汗水流进了容器里。之前他们也尝试过用其他方式榨汁，但最终发现还是用脚踩的好喝。其实呢现在好多了，之前都是光脚踩，据说呢会有一种独特的风味。为了尽可能的榨干果汁，他们还会把果肉堆积在一起，用绳子绑起来，然后在上面压上几块石头，就这样静止一夜，挤出最后一滴果汁。剩余的果肉残渣就会拿去喂牛。收集到的果汁要先用纱布过了一遍，去掉大块的果肉杂质，然后呢将果汁静置发酵2-3天，直到发黄冒泡。接着呢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蒸馏。把发酵好的果汁倒入锅中，锅上面再套上一个桶，随后呢用泥巴封口。这些泥巴也不是普通的泥巴，而是来自附近的蚂蚁窝。这些泥土呢粘度大，有很好的密封性。接下来就是加热蒸馏，这一罐大约要持续加热8个小时。蒸汽通过管道进入装满水的水箱，冷却后的蒸汽就成了酒。不过现在的酒精含量还比较低，他们会将其重新倒入锅中，然后再蒸馏7个小时。就这样经过多次蒸馏，就得到了腰果酒。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约在 40% 左右。他们还会通过观察酒花来判断腰果酒的品质，如果气泡很大并且可以快速散开，就说明这次酿制的非常成功。这种酒呢在印度十分受欢迎，他们认为只有这种用脚踩出来的酒才是最好喝的，干净又卫生啊。大叔每次开车必须要带上一包白色粉末，等红绿灯就赶紧拿出来舔2口，说这东西能救命。吃饭时大叔只是喝了1碗汤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往汤里加了满满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饭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水里竟然也加了1勺。话说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决定尝一下，一口下去差点被送走，才知道这粉末原来是味精。同事觉得他有病，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脸傲娇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自己喝醉后原本想去厨房弄一杯糖水，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，没想到却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来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说自己不仅没事，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还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他患有一种叫做布尔格氏的罕见疾病，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死，而自己20年来却没有事。他认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恶化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，检查发现他得了严重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还导致了糖尿病。也就是说，味精对他的病情不仅没帮助，反而还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须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叔表示那这样自己的快乐就没有了。不过为了健康，自己会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让我们祝大叔早日康复吧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边涂还边笑，说涂完神清气爽。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，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，洗完精神抖擞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得一脸懵逼，真的不会疼吗？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，
事，结果直呼辣眼睛。这时啊，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。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一次风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医生猜测，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泪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，风油精没能治愈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，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。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来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她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，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，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。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。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，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听话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经这样做了30年，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，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，说可以治感冒，脚上也不能少，据说治脚气一绝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，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涂3次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，但是要适量。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，但不能不带凡士林。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，爬上爬下，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。这还没完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，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，说可以疏通经脉。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。那她现在情况如何？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家只要看到别人摸肚子，他就会打嗝。看到电视上有人摸肚子也会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节目组觉得大姐是故意的，大姐一口否认，还说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欢喝可乐等容易打嗝的东西。问题是她在餐厅工作，顾客酒足饭饱后都会摸一下肚子，这使得她打嗝不断，有一次还吐到了锅里，顾客一下子都不饿了。后来顾客都知道了她这种怪癖，还开玩笑似的当她面摸肚子。她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医生都以为大姐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姐还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也没有任何改善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带她来到大医院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现在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原来啊，这个情况是5年前开始的。有一次呢，丈夫肚子痛，她帮丈夫按摩肚子，按着按着吧，自己就情不自禁的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不停的打嗝，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却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说按摩过程中碰巧打嗝，丈夫肚子也碰巧好了，这让大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问题不大，以后不要太在意打嗝这件事，慢慢就会变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打嗝更严重，她一天24小时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6年，头发都掉光了。她得了高血压，甚至暴瘦了22斤。她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抬着头后仰，躺着喝水，一直吃柠檬，都无济于事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她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她好受一些。去过很多医院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自己受到了很大打击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打嗝就从那时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呢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中枢神经，进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才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肿瘤之类的，但应该是良性的，有一种药物可以抑制它的生长，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的哭了起来。
1个月后，大叔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。解决了大叔的问题，下面这个大叔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大叔一天要喝20瓶可乐，一口气就能干1瓶，家里摆满了各种可乐。然而喝可乐的原因竟然是为了治疗打嗝。大叔饱受打嗝困扰8年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打嗝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，必须要喝可乐打嗝才会停止，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重新打嗝，他必须不停地喝可乐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营养不良，暴瘦了几10斤。大叔尝试了很多方法，妻子会趁他不注意猛拍后背，捏鼻子憋气，还尝试过喝醋，一番测试下来，结果看来没什么用。大叔还听说过一个偏方，说喝尿很管用，于是大叔决定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번복하더라고요. 大叔干活时打嗝又开始了，身边没有可乐，只能把玉米杆捅进喉咙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晚上睡觉，大叔也要准备一个痒痒挠，打嗝的时候就要把它塞进嘴里，效果不明显的话，他会强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睡觉。来医院做了各项检查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医生认为是心理问题导致的。这时大叔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8年前，大叔和别人有过纠纷，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大叔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突然就开始打嗝了。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大叔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每到凌晨3点50分，手机都会准时响起，而且手机会自己接听电话。电话那头一个女生一直重复说着我爱你。更奇怪的是，没有任何通话记录。刚开始呢，以为是手机有毛病，维修人员看了半天，却说一切正常，这很不科学。而且手机号是自己新办理的，除了家人，没人知道。大妈还说之前做过噩梦，梦里的人说要把她带走。现在联想起来越想越怕，甚至得了恐慌症，浑身哆嗦，要吃药才能入睡。这诡异的现象每天上演。大叔说感觉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，好像是鬼的恶作剧。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，第2天查看录像，手机依旧自动接听，电话那边还是重复一句我爱你，依旧没有通话记录。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可思议，突然发现手机上方一直有闹钟的标志，点开一看，设置的时间就是3点50。大叔皱着眉头，一脸无辜，我不记得定过闹钟啊，但就算是闹钟的声音也不应该是女生啊。工作人员点开闹钟铃声一听，就是一直重复我爱你的女生语音，而且是录制的通话声音。工作人员认为这声音就是大叔和妻子通话时录下来的，声音就是妻子的，因为录制的声音会发生变化，所以没有听出来，一切都是误操作而已。下面小哥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，每次经过这个天桥，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，双手根本没按喇叭，来回多次验证，每一次都鸣笛。晚上经过这里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，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，这让他感到害怕。有人说之前一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，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，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，当场死亡。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。听完这句话，小哥当场就快吓尿了，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2手车，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？没办法，节目组找来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问题，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，再次开车经过这里，喇叭还是响了起来。这就很奇怪了，他现在非常尴尬，前面堵车，正好停在天桥下面，喇叭一直响个不停，别人都以为他是傻子。专家又研究了半天，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，一些细微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，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无线电干扰导致的。而且发现天桥上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，用专业仪器测量，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，也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鸣笛。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，解决了小哥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的车又遇到了新问题，每次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就会离奇失灵，触屏一点反应没有，但是经过其他收费站却一切正常，而且在对向车道经过这个收费站，导航工作很正常。大叔说回老家都是走这个高速，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持续了好几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他上高速。而且据他了解，这个收费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越想越害怕，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？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测试，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一切正常，专家猜测可能是收费站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到了导航，随后用设备检查附近的无线电信号，没有任何发现，接着检查了导航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经过了解，大叔每次过收费站后都是直接右转，专家决定这次在经过收费站后选择直行的方向看看有什么反应，没想到直行后导航正常了。这时专家看到远处的指示牌，瞬间恍然大悟，直接让大叔升级导航系统，系统更新完再次经过收费站，果然就正常了。专家这时也给出了解释，原来导航没升级之前只能识别25个字，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标指示牌上超过了25个字，导致导航无法识别，崩溃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鞋油涂在脸上，连续10年，每天都要涂1盒，10年来没洗过脸，
面，除了眼睛和嘴巴，脸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盖。鞋油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，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每天涂抹鞋油，从一天涂抹一次，直到后来的一天涂一盒，边涂还边笑。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就什么都不说，紧张的环顾四周，焦急的等待着什么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随后跟着一个女人来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，说女人是他姐姐，询问姐姐情况，姐姐却越来越激动，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晚上他们就随便找个凳子睡觉，此时温度零下4度，节目组想要帮助他，却被拒绝了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到派出所，想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，根据指纹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。节目组决定带他们回家，刚上车，一听说要回家，姐姐立马暴躁的哭了起来，还让节目组赶紧放她走。没办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随后姐弟俩坐上地铁，消失在了镜头里。节目组单独去拜访了他家里，父亲说他俩智力有缺陷，经常离家出走，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。为了寻找他们，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一直没有回音，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了。节目组想要帮他们团聚，在车站找了好几天，终于找到了姐弟俩。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，姐姐还是没有说。节目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，经过长时间的劝说，他决定洗脸了。鞋油成块的掉落，整整洗了3个小时，终于清洗干净，这样看着正常多了。跟心理医生交流后才知道，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无缘无故的开始殴打，往他脸上涂鞋油，还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涂鞋油。慢慢的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他就开始主动往脸上涂鞋油。这时姐姐也说出了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，原来姐弟俩还有一个哥哥，哥哥脾气暴躁，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，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挨打了，才会不断的离家出走。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，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，还表示以后不会再离家出走了。